2011年5月9日，故宫博物馆进贼了。有人在故宫里偷窃了9件稀世珍宝，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。案发当晚呢，有一名保安正在巡逻的时候，正好迎面碰见了那名大盗。而当时呢，保安并没有意识到藏品已经被偷。大家都知道，故宫作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，为了这些文物的安全呢，故宫可以说是高墙林立，防卫森严。有着上千个监控报警设备，数十名保安不分昼夜的去巡逻，而故宫里的藏品都是用防盗玻璃保护着，一般人是无法绕过这些安保系统的。消息传开之后引起了轰动，有人猜测这应该是团伙作案，还有人猜测是高科技作案，至少呢也是像电影《纵横四海》或者《惊天魔盗团》里的高科技窃贼那样才能做到。然而仅仅过了58个小时，警方就抓到了这名江洋大盗。而这名大盗的形象让人大跌眼镜，他身高1.58米，体重只有80斤，小学文化，而且呢，作案的时候也是临时起意，并没有提前准备任何的工具。所以当时我进去旅游的时候，我没什么打算说偷东西，但是进去以后，他那个导游介绍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脑子一转圈就想这个念头了。怎么偷的？行，其他的不说了。行。怎么偷的？到这，别说。当记者问怎么偷的时候呢，能够听到视频里面有人阻止记者的提问。那是因为这名大盗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，每一步都踏在了安保的漏洞上。你知道故宫里有警报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不知道故宫里有警报。更要命的是呢，他把偷来的珍贵的文物竟然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案子。这名瘦小的大盗名字叫石伯魁，1983年出生于山东曹县的一个贫困山村，案发时29岁，未婚。由于家庭贫困，石伯魁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辍学回家。1999年开始在外面打工，在案发前2年来到了北京打工，在一家小餐馆里做配菜的工作。就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，他是怎样绕过层层的安保盗取故宫文物的呢？2011年5月8日，石伯魁利用体型小的这个优势混进了旅游团的人流。就这样，没有买门票，他就进入了故宫。在走到斋宫成塑殿的时候，导游介绍说，故宫联合香港两仪藏博物馆举办了交融两仪藏甄选会展。所以呢，在斋宫的成塑殿里，现在有很多珍贵的藏品。石伯魁呢，就随着人群进入了成塑殿，看到了很多小巧精致的文物，个个都非常的漂亮，有的上面呢还镶嵌着宝石。这时呢，石伯魁心里就想了，如果自己能够弄到其中的一个，那么自己一辈子就吃喝不愁了，还能娶到老婆，走上人生的巅峰。于是呢，石伯魁就有了偷盗的邪念。当天还下着小雨，为了躲避雨，石伯魁就躲在斋宫和墙之间的那个夹道内。故宫每天闭馆的时候都会清场并且呢清点所有的文物，工作人员会将每一个角落都会查看一遍。按说呢，石伯魁连这一关都过不了，但是巧了，因为下雨，石伯魁觉得比较冷，随便就找了斋宫旁边的一个小房屋，因为年久失修，窗户呢一拉就开了，他就钻了进去。下雨嘛，冷，然后就上那个屋里待了。哪个屋子？就那个大门那个旁边那个屋子，窗户烂了，然后我用手一拉就开了，然后就钻过去了。而清场的人员呢不会检查那些封闭的房间，于是呢石伯魁就成功躲过了清场这一关。而这个傻小子这时呢并没有意识到故宫里还有上千个摄像头呢，只要他从屋子里一出来就会被监控拍到。那么他是怎样躲过监控的呢？石伯魁躲在那个房间里，黑乎乎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听到嗡嗡嗡的声音，在寂静的故宫里面听起来是非常的吓人。于是呢，他顺着声音摸到了一个把手的东西，往下一用力一拉，声音就没有了。听到里边特别响，心里特别害怕，然后我把那个把子给搬下来了。只能说太巧了，石伯魁躲在那个房间正好是斋宫的配电室，他拉下的是斋宫的总电闸。斋宫和附近的所有摄像头和报警器全部都成了摆设，石伯魁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干掉了斋宫的监控系统。石伯魁呢，一直等到了晚上10点多，他从配电室里走出来，来到了成塑殿。成塑殿呢有一排窗户，
石波魁随便就挑选了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窗户，打破窗户之后呢，后面是一堵墙，然后他踹了一脚，结果前面的墙就被踹坏了。仔细一看呢，原来不是石墙，也不是砖墙，是石膏板做的墙，所以呢才那么容易就被踢破了。这里要解释一下，其实那一排窗户后面全部都是真正的墙，只有石波魁打破的那个窗户后面是石膏板做的墙，所以呢这完全也是巧合。不像木头，也不像什么石墙，我就是用力，就是用手就踹了一下，就烂了，然后我就扒开进去了。他手脚并用呢，很快就将石膏墙给弄了一个大洞，在墙里面还有铁栏杆。石波魁瘦小的体型刚刚能够钻进去。进去之后呢，屋子里边是一片漆黑。石波魁呢是临时起意来偷东西的，他也没准备什么工具，更没有手电筒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这怎么办呢？那里边特别黑，看不见。然后我就是往那个前面走，然后就是看到那个大门，就是开门那个地方有个橱子，橱子上面有个手电筒，然后我就拿那手电筒照了一下。那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啊！有了手电筒呢，房间里的藏品都摆在眼前，但这时呢，问题又来了，这些金闪闪的宝贝都被装在防盗玻璃的展柜里面，这些玻璃连子弹都打不碎。石波魁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打开，于是呢，他围着展柜仔细的观察，想要找到漏洞。当他爬到一个展柜的顶部的时候呢，终于他找到了漏洞。大展柜那边我看了一下，我瞧一下那玻璃特别厚，弄不开，然后我就想着后面爬到上面，我看有那个它那上面能拉开，是那个跟那个带荷叶门似的，能拉开就一个玻璃，然后我就把那个玻璃踹烂了，就钻进去了。石波魁接连踹碎了几个展柜的顶部的玻璃，然后钻进去，专门拿一些体积比较小的金色的文物放到自己的口袋里。第二天工作人员上班时清点的时候呢，总共丢了9件文物。石波魁得手之后呢，从配电室的屋顶爬到了6米高的院墙，然后呢又上了8米高的宫墙，在宫墙上踩着琉璃瓦的瓦顶，由北向南，因为在墙上，所以他躲过了其他的摄像头。在墙上走了大概500米，在拐角处把墙头上的电缆线扯下来，当做爬梯下到了地面。然后呢，顺着这条路一直跑到了故宫的外墙跟前，马上就要出去的时候，在这里呢遇见了一名59岁的保安。从这屋里出来人，继续往前走，走到这儿，走到这个位置，出来这人绕过这儿，站在这前头2米的地儿，就说你哪儿的？我说是就是连旅游呢，那下雨了，就是在那儿睡着了，然后没去。这时保安还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人是偷了文物的大盗。就在保安打电话联系其他人的时候，石波魁看准时机，抬腿就跑，穿过了小树林，一口气爬上了10米高的高墙。回头看的时候呢，下面有几个手电筒在晃动啊，他没有犹豫，直接跳下了10米高墙。按说呢，这个高度啊，黑灯瞎火的，你跳下去不死也得残废。好在呢，墙外有一棵柏树缓冲了一下，石波魁除了掉了一只鞋之外，全身上下毫发无伤。他当时又害怕又兴奋，穿过了马路，一路就跑远了。在逃跑当中呢，他弄丢了5件藏品，有几件甚至被摔坏了。现在呢，他的身上还有4件藏品。然后呢，他为了庆祝自己的成功，石波魁去了网吧玩了一个通宵。第二天早上，石波魁带着偷来的藏品来到了北京的古玩市场，心里想着我随便卖一件啊，自己就发达了。但没有想到的是呢，他找了几家古玩店的老板都说，小朋友啊，你这个货是假的，真的在故宫呢，你不要在这里开玩笑了，这个不值钱。说这玩意儿不值钱，他说你上别处看去吧，地摊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走了。这是怎么个回事啊？哎呀！石波魁又到了古玩市场的一些地摊上，问了好几家都不愿意收，这可把石波魁气坏了。他辛辛苦苦把东西从故宫里面弄出来，那绝对是真品呀，怎么可能不值钱？到最后呢，竟然卖不出去啊！这个石波魁那个气呀！一气之下呢，石波魁将3件藏品就放到了塑料袋里，随手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。还有1件藏品呢，就直接扔到了马路边上，然后呢，转头去网吧通宵了。石波魁的偷窃手法可以说是非常的低级啊，在现场也留下了很多的痕迹，在展柜上以及在半路丢失的藏品上面都有他的指纹，攀爬墙体上也有他的脚印。
而且呢，在网吧上网是需要使用身份证登记的，所以呢，案发后仅仅58个小时，警方就在网吧逮捕了石波奎。他偷窃的9件藏品里面，其中有2件被损毁，无法修复。最后被他丢到垃圾桶里的那3件藏品一直都没有找到。2012年3月19日上午，北京第2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。最终呢，石波奎因为犯盗窃罪被判处了13年的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13000元。其实呢，在建国以来，故宫总共被盗窃了6次，石波奎的这次呢是第6次。而前5次的盗贼，3个被判了无期，2个被判死刑。可以说，石波奎被判了13年，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。但是当时做的时候也没考虑到有那么严重，现在我挺后悔的。没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是海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